10年磨一剑，中国团队突破黑障通讯难题，在这方面我们又领先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强少。航天器重返大气层时，因为速度过快，飞行器的高温区内的气体和表面材料的分子被分解和电离，从而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等离子体壳。由于等离子体能够吸收和反射电磁波，从而使飞行器与外界的无线电通讯中断，这种现象被称为黑障。航天员在描述载人飞船载入过程中，特别是进入黑障时的真实感受就是听天由命。这是一段非常难熬的时间。中国的一家科研团队在与黑障相关的领域开展了近10年的研究，并且取得了许多关键性的突破。他们研制出的临近空间高速目标等离子体电磁科学实验研究装置，首次在地面上实现了从 L 波段到 K 波段的黑障现象的复现。等离子体包覆目标的雷达反射截面积的测量，以及合成孔径雷达成像，提出了采用低频电磁波和动态自适应抗黑障通信的新办法，并且得到了地面实验的验证。该团队在研制过程中一边建设一边开展了多方面的基础和应用研究，包括缩短K频段黑障时间，研制出新型抗黑障一体化低频通讯系统。这一成果意味着中国的航天器以后返回大气层时就不会再失联了，而潜在的信号更加令人惊喜。首先，为我国研制未来的高超音速作战飞机、能够载人的天地往返的空天飞机、空天轰炸机等新型飞行器奠定了重要的技术基础。突破黑障，这意味着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够与高超音速飞行平台进行联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其次，如果突破了黑障，那么中国在研制新一代的高超音速导弹、弹道导弹时，那么地面与导弹之间的通讯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因为导弹与飞行器一样，在重返大气层时也会发生黑障现象，而且速度越快，问题就越严重。要想在导弹试验的过程中拿到更准确的数据，或者是让导弹在实战中打得更准，都需要控制中心与那些已经发射的导弹进行通讯。如果这项技术被突破了，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为导弹提供数据链通讯支持，由第三方侦察平台锁定目标，让指挥中心对导弹发射指令，修正方向，精确打击目标。最后，我们也不需要再质疑中国的弹道导弹打击移动目标的能力。中国的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打击移动目标，需要导弹有末端的制导能力，而这些都是需要克服黑障的影响的。你也可以理解为，只要能够克服黑障的影响，那就意味着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的末端制导能力已经获得了进一步的提升，打击移动目标的技术就会更加成熟。虽然中国突破黑障的动机只是为了航天事业发展的需要，但也是导弹技术，特别是高超音速导弹技术的一个实实在在的进步。未来的大国战争很可能由前期的火力打击能力来决定胜负。中国原本就在陆基中程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领域有优势，现在呢又在导弹的通讯和制导能力上获得了新的突破。那么美军以后面临的就是灭顶之灾了，因为我们的导弹不仅拥有打击移动目标的能力，而且还有可能是 A 射 B 导，其战术灵活性和突防能力也将取得大幅度的提升。黑障这个难关被突破非常不容易，以后的应用前景也会非常广阔。我们必须为中国的科研部门点赞，真的是厉害了。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